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迪丽热巴正式离家出走，12年合约到期不续约，个人工作室上位当老板。2026年初，娱乐圈在迎重磅人事变动，迪丽热巴正式结束与嘉行传媒长达12年的合作关系，以独立工作室形式开启全新阶段。12年合作落幕，时间线其实早已埋下伏笔。2025年6月，迪丽热巴与嘉行的经纪合约实质到期，双方进入为期半年的工作交接阶段。直到2026年1月13日，嘉行官方确认双方不再续约。2月26日，迪丽热巴工作室发布正式声明，宣布未来将以独立工作室模式开展全部演艺活动。至此，这段从新人时期延续至顶流阶段的合作关系正式画上句号。离家并非突然决定，而是一次相对平稳、流程完整的过渡。没有撕破脸的公开冲突，也没有激烈的舆论对抗，更多是一种成熟艺人与公司在阶段性目标完成后的分道扬镳。从新人到顶流，嘉行时代的高光。回顾过去12年，嘉行对迪丽热巴的打造不可否认具有决定性意义。早期，他通过《克拉恋人》中的高文一角迅速打开知名度，随后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饰演凤九，人气进一步攀升，跻身一线流量行列。嘉行擅长批量制造话题与曝光度，在古偶赛道和流量运营上经验成熟，也为他积累了庞大的粉丝基础与商业价值。可以说，没有嘉行早期的资源倾斜，就不会有后来顶流热巴的形成。但随着艺人咖位提升，诉求也在发生变化。近年来，粉丝对公司资源分配、宣传策略与后勤支持的质疑逐渐增多，争议集中在剧本质量把控、项目规划节奏以及商务统筹能力等方面。顶流艺人往往需要更精细化的个人品牌运营，而传统经纪公司模式未必能完全匹配。在这样的背景下，离家更像是一种顺势而为，工作室上位，真正的当老板。根据公开工商信息，迪丽热巴名下关联企业包括2017年成立的上海竞燕影视文化工作室，为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影视策划、文化咨询等内容。此前该工作室多作为辅助运营主体存在，如今则被全面强化，成为未来事业发展的核心载体。这意味着他不再只是被安排资源的签约艺人，而是对项目选择、商务合作、团队构成拥有更高决策权。从行业趋势来看，头部艺人独立化已成常态。此前杨幂离开嘉行后，同样转向更自主的发展路径。迪丽热巴的选择被不少业内人士视为顶流艺人去公司化的又一典型案例。自主权提升意味着更大责任，当然，独立并不等于轻松。脱离成熟经济体系后，项目筛选、风险控制、舆情管理、商务谈判都需要更专业的团队支撑。一旦判断失误，责任将更直接地落在个人与工作室身上。工作室在声明中提到，未来将专注作品创作与角色深耕。这句话释放出一个信号，比起流量运作，更强调内容质量。对于迪丽热巴而言，她早已完成从话题女星到商业价值稳定的阶段。现在更关键的是作品口碑的持续提升。如何在古偶、现实题材、电影赛道之间找到平衡，是新阶段必须面对的课题。待播作品与转型期待。目前，他的待播项目中包括备受关注的《萧启清壤》。该剧此前因制作周期、特效投入与播出节奏等问题多次成为讨论焦点。新团队是否会在宣传节奏与资源整合上带来新气象，也成为粉丝关注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
粉丝群体对此次离家整体持支持态度。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合约到期后的自然选择，更是艺人争取自主发展空间的重要一步。行业意义，顶流自主模式的再验证。从行业层面看，这次分手具有象征意义。当艺人成长到一定阶段，与其绑定多年的经纪公司，往往难以继续满足个性化需求。独立工作室模式既保留团队协作，又提升决策效率，正在成为顶流艺人的常见路径。迪丽热巴的出走未必意味着与家行时代的彻底切割，更像是职业阶段的升级。她依旧带着过去12年积累的资源、人脉与经验，只是角色从公司旗下艺人转变为自主品牌主理人。未来如何，仍需作品验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合约束缚解除，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